那今天咱们玩点啥？大亚克隆的瓦鲁达军团 DA110和 DA111的怒吼美洲豹套装，作为大亚克隆系列里边的反派角色，那造型来说自然也是非常夸张的。但是这一套最大的问题是玩起来真的很扎手，身上有太多的刺儿了。整个看起来质感做的还是很高级的，而且最让人惊叹的是这一次的这个配色非常的漂亮，身上的灰色零件并没有出现太多的水纹，虽然没有合金件吧，但是塑料的材质上面上完漆以后，金属的质感很漂亮。胸口这里打开，主驾驶员就藏在这个地方了，其实是腿背在后边的这么一个很畸形的姿势放进去的，而且胸口里边的驾驶舱刻画也是很气质，好多刻线。把这个透明盖子左右扣合上，盖子上边蜂窝状的造型，六边形，底下是银漆，上面是蓝色的透明件，就很科幻。眼头抬头有一定的幅度，360度旋转，并且你看它这个透光层其实只有这一点点，但是对着光，这个眼睛透出来还挺亮的。肩膀、可动关节这些都没问题，关节的阻尼感也是非常舒适的。胳膊这里曲臂两段关节，但是手型感觉有一点奇怪，毕竟是外星人嘛。腰部左右旋转，弯腰有一定的幅度，并且这个弯腰关节里边刻画也很细致。裙甲打开，腿，就是个小短腿了。那脚丫子只有这么一点点，所以这个身材其实看起来还挺怪的啊。但是我发现呢，你要是把这个脚缩上去，其实它下边还有个小脚眼儿，前脚掌、脚后跟给它翻出来，这样就更无短的身材了。武器和另外的东西可以拼成一个像是什么外星飞船、飞行器的东西啊，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双头龙。这有两个脚嘛，造型来说也是挺好看的啊。这地方的可动关节也是挺多的，两个大夹子，而且这边的刃刻画的特别好看。同样是这种蜂窝状的刻画，蓝色和红色涂出来的效果真不错呀。中间的这一块金色的涂装，后边这里的3个引擎刻画的也是科技感十足。那这一盒也是主要作为一个配件包来使唤，我们先把它拆下来，跟刚才的机器人进行合体。好，这一圈给它摘掉。它这一回主要的连接反派瓦鲁达军团是这种圆圆的扣子，然后就可以对这个本体进行升级，脚尖儿、脚后跟都拉起来，这里会翻出2个扣子，然后把这个侧裙角撇到旁边来，拿出这个大脚丫。这回注意，它不光是桩子插进去的，中间这里还有5个洞它对着这些扣子卡准。所以这样插进去的话，等于是2次锁定还挺结实的。然后脚踝扭过来，脚后跟打开，脚尖立起来，从这里边再顶一个圈出来，把后背这个窟窿给它填上，上面的尖儿拔掉。好，于是我们的骑士就加了大长腿以后增高了，这个身材比例才有个骑士的样子嘛。另外就是想说，你看大亚克隆系列的这个身材比例多正常，怎么从围城到老灯系列全是那个小短腿呢？所以并非像大家谣传的什么日本设计师就爱做那个小短腿的那个身材比例其实不这样。你看看人家这反派是不是这也大长腿嘛，这不挺好看的吗？咋想的呢？这个人形看起来就帅气很多了，腿部的关节这个地方处理的也是非常多的。当然嘛，其实还有一个玩法，外星人我们可以把腰撅下来，然后也可以按自己的喜好换一种搭载方式，变成这个大蛇尾，是不是？随便来，这蛇身也挺帅的，是吧？我看官图里边好像也有一个这样的造型。当然，作为大亚克隆的主要玩法系列，这种拼插的互动组合才是这一套最厉害的地方。你以为只有这样的一个人形就完事儿了吗？没有，胳膊展开，把它拔下来，上边的这个臂环呢，我们可以继续往下扣，放在小臂上，后背的这个塞子给它拔出来，掏出这2个圈儿，给它穿过去，加装到肩膀上边，
开始穿装甲，然后再把这2个大圈套上去，不要插到底啊，这个关节要露出来。肩膀头子加粗掉，撞起来了。这个时候再把手臂插在这儿，手臂顺着这个下方再插进去，背后这里插入这块背包，掏出这个零件，把爪头剥下来，顺着非常漂亮的剑柄部位扣上去，然后安在背包上。哇，这才像个骑士样嘛！而且为啥反派的角色做这么帅？不仅腿部加长，上半身增加的更加壮硕，以后看这个肩宽，看这2个大肌肉，我靠！而且背后这2个刀片放在这里方做一个背包，你可以把它当成披风流苏一样，背后巨大的引擎，所以在空间中移动的时候，是不是啊？就这样，撒，在宇宙中穿梭，撒，飞行降落下来，这样给你来怼上一下啊！这家伙放在基站里边，感觉也是一个 BOSS 型的机体，而且这个家伙的画风放在 OG 系列里边，这家伙就是一个古伦加斯特系的呀。说起来，古伦加斯特那标志性的大剑是必须要有的，斩剑刀够不够帅啊？如果觉得这把斩剑刀不够长的话，它还有一个延长杆儿，是不是？哎，你这家伙这长度够得劲儿了吧？如果阁下觉得这还不够，那超级加倍，咱还有双刃模式。我靠，是不是？还不够？你觉得这样的武器还不够霸气吗？咱还可以合2为1，再加长。哇，组成一柄这样超巨大的霸王枪也不是不行。当然，另外的一把呢，你还可以架在腿上边，当成挎着的大宝剑，也挺帅的嘛啊，是不是？你就随便摆一个造型往那一放，张力是不是特别的强？太帅了！你如果不喜欢枪的造型呢，也可以把这个尖摘掉，双刃大斧也好看。哎，还有把肩膀上这个头摘下来，插在这儿，也行。武器的玩法非常的丰富，有你自己的喜好，想怎么玩怎么玩。你要是长杆兵器玩腻了呢，咱们还可以做成赤铁双刃剑。所以这便是大亚克隆玩具系列的魅力。大长腿骑士人行道头顶21公分左右，其实个头来说也算不小了。当然，这并不是它所有的玩法，你可以开发自己的脑洞，搭配出来更多的东西。更何况这是一个套装，我们拿出来这2个东西理论上来说，这个算什么怪兽？像是2足行走的一个大恐龙吧。而这个长长的脖子，是不是想做成仙鹤呀？总觉得这2个家伙的造型挺怪的，那我们还是把它变成更帅的样子。仙鹤嘛，腿直接给它撇过去，稍微翘一下。中间这个位置呢，是这零件我没地儿放了，随便找了个窟窿给它插一下。大恐龙眼睛的透光性也是非常漂亮，并且这个造型做的真的很帅气。脑袋撸直了。肩膀这个地方有一个锁扣，记得把它拆开。然后这里边是齿轮的关节2段，我们往上搓一下，翻到背包来解锁。下方脊椎这里有一个扣子连接的地方，把这里折开，然后把这一根中间的连杆位置拉起来。这里边是一个套环的结构，只把中间的位置往下撇，里边都是齿轮的关节，很清脆。然后腹部这里把炮卷进去，掏一下，对折，中间的扣子插起来，肚子做好，再跟后半个身体连接插合。脑袋这里2个耳朵同时立起来，你把它当耳朵也好，脚也好啊，无所谓。小人的驾驶舱呢，打开脑袋盖子中间这里撑起着这一款的驾驶员，嘴巴打开，哇，里边的獠牙刻画，银色的涂装，尖尖的獠牙，非常的帅气。脖子这个地方也有多段的活动关节，可动范围非常的不错。前肢的根部这里都是齿轮关节，
掰起来很清脆，嘎嘣作响。谁说官方不会做齿轮关节？这不做的挺好吗？包括这些地方可以来回的旋转，前后活动都是齿轮，嘎嘣嘎嘣的，真爽。下边这里的活动关节也非常多，爪子左右有接地，并且每一个爪头都是可以活动的。后肢这里同样是各种齿轮关节，可动的幅度也都很棒。尾巴这里超多段的可动关节，随便的扭造型，并且这个阻尼感很舒适啊。最关键的，这个野兽它有腰，左右这里可以弯腰，还能旋转，随便的拧。而且做工的材质了、涂装了，包括齿轮关节的应用，还有它身上的一些可动性的处理，真的极品的，太赞了。而现在我们也可以掏出刚才的骑士，把它搭蹭在上边，作为一个坐骑，狼骑兵出动。然后到屁股根儿，咱也得25公分左右了，算上尾巴那就更长了。而它也是可以单独变形的。首先腰部撸直，尾巴翘起来。后肢这里我们就直接，然后往上翘，展开中间层，把这2块折到后方，然后腰身整个往下折90度，同时脖子的这一块继续向上折叠，2个前肢跟这样对折起来，变成手的造型，旋转过来，那这样就变成了这个大怪兽站立起来的姿势，有点像哥斯拉呀。但其实它还有一个人形啊，记得把尾巴给它揪掉了，胳膊不用管它，兽头把这2个金色的尖儿收进来，然后双关节搓回去，撸直，顺时打开背后的背包，然后把这一块再卷开，需要再次旋转中间的位置。这一回我们要把整个的兽头卷下来，齿轮还是挺硬的。完全贴合进这个凹槽里面，顺着这个窟窿我们要钻一下，记得先把脑袋和兽脚折过去，然后从这个窟窿往下旋转。这个时候腰部中间有一个空洞，我们就需要利用到刚才拆下来的这个零件了。注意一下方向，让前方的蓝色造型顶住。哎，最后一步，人形的头部双关节往后立，然后这个地方小尖儿立起来，尾巴就可以变成鞭子拿在手上了。嘿，其实说起来这个人形啊，比例看起来也一般般，挺怪异的，而且变形就属于刚才那大怪兽的一趴往上一立，人形就变完了。但其实这一款所谓的这个3变形态，只是增加了一些晚点噱头，它主要还是为了给那骑士当一个配件包。那我们把它回归兽形，回归到兽形的这一步之后，继续撇一下，打开肚子。里边的这2块翻出来，把肚子腾空，依旧是把脑袋旋转180度，整个的收进腹部的空间里面去。折到头之后，再把侧面的这2片包下来，结合。外边的这2个呢，就立起来。掏出刚才的这个连接器，顺着腰部的造型旋转一下方向，把它扣在这儿，然后2个套合，拿出2根长毛，插在刚才我们拔出的这个洞里，顺着这里给它穿过去。那么这样的人马骑士才是为师的完全体。哇，这个造型帅不帅？到了这一步的尺寸就更加的夸张了。这个我现在摆的姿势已经在35公分左右了，高度的话算上毛尖儿29公分左右。另外呢，骑士还剩2条腿，也不能浪费啊，咱们研究研究插哪儿吧。背后这个引擎我们把它立上来，后边的这个盖子摘掉，可以把这半截身体插在这里。多出来的这个零件呢，我们把它卡在肩头。而强大的齿轮关节支撑力，让这款人马骑士3足站立完全组装上去都没有问题。当然，我还做了一个极限的测试，2足站立，用尾巴稍微撑一下，把上半身所有的重量顶起来，也不是不行。所以可以说，这是一款非常夸张的玩具了。
才是做工，这个是属于 TT 社的第一梯队啊，乃至于魔玩圈里边，戴亚克隆的素质都是有目共睹的。虽然之前的一些产品出现过一些太纤细的地方容易断脚腕的现象，但是目前来看，稳定的齿轮关节对于玩具的支撑力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更关键的，造型来说太帅气了，随便摆一个姿势，你就可以弄出来一个特别夸张的造型，动态还把握得很好。再加上大开脑洞的玩法，无限的拼插互动，各种通用的接口，让你会忍不住的反复把玩，乃至于开发更多的新造型。我想这才是一款玩具应该赋予它的意义，而不是放一个造型摆在柜子里边陈列积灰。那么以上便是戴克隆的这套新品瓦罗达军团怒吼美洲豹套装。当然，我也看了一下峰会，之前好像有几个形态变错了，人脑袋应该拧一下。不过无所谓了，戴亚克隆的玩具，你官方只给出了一个形态，但是这种拼插的互动玩法，让玩家开发出更多的形态，才是这套玩具最大的魅力所在。好，这一套咱们就玩到这儿吧。